龙虾卷，一种起源于美国东北的食物，原本只是为了消耗卖不出去的龙虾罐头而发明的便宜小吃，但随着龙虾价格的飙升，逐渐变成了奢侈品。而在纽约，就有这样一家主打龙虾卷，连续数年被评为大众最喜爱的连锁店。大家好，我是大碗拿铁，今天我就要用这一整排加勒比海大龙虾来还原纽约最受欢迎的龙虾卷 Lobster Roll。这家店的名字叫 Luke's Lobster， 仅仅是在纽约就有着将近10家的分店。我现在在纽约中央车站的门口，这个龙虾卷楼下就有一家，走，带你们去看看。本来以为它会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但是没想到它就在最中心的地方。店里好像也没啥特别的装饰，除了完全开放的用餐区，就是这个大大的龙虾图标，看上去应该是一家便宜的小店，但其实它的价格可真的一点儿都不便宜。比如这个17刀的虾仁卷，25刀一个的螃蟹卷，还有最经典的35刀一个的龙虾卷，总共花了76刀。你们觉得算贵吗？面包的大小和热狗差不多，但绝对不是摆设，底部和侧面都烤成了金黄的样子，一口下去，牙齿仿佛穿越了一层酥皮，落在柔软的内心上。龙虾的肉量特别足，咬的时候必须拿手兜住，才不至于掉出来。波士顿龙虾特有的清甜，配合尾部的弹性，还有爪子的爽脆，形成了混杂而又和谐的口感。再配上这层咸香中带着刺激的料粉，完美。而且据说这个调料是他家的商业机密，不管花多少钱都买不到，所以我只能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Hey, just one more thing. I really like her seasoning. Do you know what's inside of it? 我去，居然就这样给我了，那我就做给你们看一眼。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啊！龙虾卷的起源是美国的东北，所以大多数餐厅用的都是波士顿龙虾，而且它的爪子吃起来也真的特别香。OK， 2只3斤重的波龙，爪子的部分应该是够了。至于身体的部分嘛，那我之前不是答应过你们要买加勒比海大龙虾吗？这玩意儿吧，好像是个热带产品，在纽约这种隔了快2000公里的地方，几乎就买不到活的，所以我只能联系了一位身在迈阿密专门潜水抓龙虾的哥们儿，让他花了1下午时间帮我抓了8只，然后裹上冰块，连夜寄过来。哎，同志们，这次光运费就花了300多刀，求你们点个赞，报销一下吧。龙虾的话要等明天才能到，所以咱先来做点别的。原版的面包两边明显是切过的，这说明了什么？同志们，说明在上烤盘的时候，每个面团的间隔都要很小，而且不能用这种普通的长烤盘，否则就会烤成这样。所以最理想的烤盘长和宽应该都在15厘米左右。原版的面包虽然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吧，如果把它换成特别高级的不流修面包，那肯定更好吃。这种面包吧，最大的特点就是水多，所以首先就得准备一份汤种，也就是把牛奶和面粉一起加热，和弄和弄，放凉以后形成的糊糊，然后找一台专业的和弄机，加入屏幕上所有的食材，和弄和弄，大概15分钟以后，它就会形成这种纠缠在搅拌头上的柔软状态。你们看，现在都还没加黄油，水分就已经这么多了。如果温度再高上那么一点点，它就会变成这样。所以黄油的话，也必须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凝固状态，然后分2批加入面团，直到黄油完全消失，继续揉15分钟。我的建议是能不用手就尽量别用手。那我这个和弄机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了，真的是特别烫，我都得拿个冰块去给它降温以后，面团才能形成手套膜的状态。最后把它揉成光面，室温发酵30分钟，再放进冰箱继续醒面1整天，一份布里欧修面团完成。OK， 龙虾终于寄到了，但愿他们都还活着啊！好像都冻傻了。
同志们，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好像除了一只已经不能吃了以外，其他的都在可食用范围内，得赶紧把它们处理了。不过有一说一，其实还是挺新鲜的。你们看这个肉是不是超级有弹性？虾头里的肉也不要浪费了啊，还可以用来做龙虾炒饭啊、龙虾煲粥啊啥的。至于要不要放血什么的，我其实是比较懒得放，因为之前我做过对比，感觉也没啥特重的腥味，所以还是按照大师傅的操作，每一斤肉煮上5分钟，然后泡在冰水里就行。还有波龙，处理起来也是差不多的啊，而且因为它比前只龙虾还要新鲜，所以如果追求口感的话，甚至可以像米其林的师傅那样煮到半生就吃。龙虾卷的标准做法是把身体撕成小块，爪子保留原来的形状，然后加上一点点美乃滋、柠檬汁和黄油，还有你们最喜欢的芹菜和法式韭菜，搭配基础调料和弄和弄。然后是这个独家的机密配方，在实验了4次以后，我总算搭配出了最接近原版的效果。就把隔夜醒发的面团分成小块，放进烤盘，刷上蛋液，220度烤22分钟，放上龙虾，涂上黄油，撒上料粉，一份人人都不会翻车的终极布里欧修、波士顿、加勒比海龙虾卷完成。你们看，只要找几只简单的海鲜，再做一块简单的面包，配一些简单的酱料，就能做出一份经典的美食了。美乃滋的浓香遇上酱料的刺激，搭配2种龙虾之间的碰撞，裹上外酥里嫩的面包，这就是完美的龙虾卷。不带偏见的说，我个人觉得波龙的甜味比加勒比海的更浓，但后者的口感反而和面包结合得更加融洽，所以这种搭配还真是意外的好吃呢。谢谢大家，如果你们喜欢这种食材简单、过程易懂的小吃，就给我来一个点赞加关注吧。我是大碗拿铁，我们下期再见啦。